冥想到别人会发生的事情，可能是一些还没有发生的事，那我可不可以跟他讲？这會唔會涉及到什麼因果嘅問題？我就講俾人知啊，我都係為你好啫。咩叫為你好？我俾你嚇到半條命走啦，到底一樣嘢關你係幫我定害我啊？就有一個靈體，就是他是考試前出車禍，所以就離開，他又不知道怎麼離開那個地方，我又不知道要怎麼幫助他。呢啲事情咧，我係唔會理嘅。感谢大家收看我们本期的超能力学院的特别节目。那我是本期的节目主持人子耀。大家好，我是安南。终于又到了我最期待的周三了，那么又能跟我们超能力学院的观众朋友们见面啦。那么今天来到我们現場的是天選靈修人法明老師。好，歡迎法明老師。歡迎。大家好啊，我係法明。咁啊，我好開心同大家見面。那麼如果觀眾朋友們呢有想分享的故事，想聽的主題都可以添加我們屏幕右上角的 WhatsApp 聯繫到我們。同時呢，我們9月13號在馬來西亞的見面會也到了最後的報名衝刺的階段了。那相信大家也有持續關注過我們各位導師的個人號的一些朋友，包括我們超能力學院的主號的一些朋友們，都已經報名了。那如果還沒有報名的朋友，說實話啊，就是趕緊抓緊機會，因為名額不多，因為我們總共的名額有500個，那現在已經報名的差不多有480多人了，所以就是對一點點了，對，20位左右。是。那其實剛剛呢，我相信大家都看了這個小片子，說實話我是有一些感觸的，因為在我們印象當中有一些恐怖的中元節的背後啊，那原來可以做得這麼溫暖，給人一些共鳴。那這也是一次可以懷念緬懷已故親友的這樣的一個節日。是的，那麼我們在上一周呢，我們一些中元節就講了一些比較禁忌啦，一些比較嚇人的一些部分。那麼我們今天呢，借助這個溫暖的小片，來教一些馬上就能用上的實用教學。
中元节最全的祭拜指南。没错。那因为法明老师呢，我就不用过多介绍了，对，因为是我们超能力学院的这个冠军导师嘛。是。那他擅长这个天眼查事啦，包括我们的这个法科啦，还有我们的六壬啦，包括盘古法脉啦，多种法脉啦，也是我们冠军学员林鹤的这个老师的林鹤老师的天眼也是法明老师去打开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也跟大家简单科普一下，其实天眼啊，就是可以看到不同于我们世界的三维世界的一些东西。是。因为比如说举个例子，那 WiFi 我们其实也看不见，对。但是我们为什么能够通过 WiFi 来上网？其实它是一种波和能量。那在我的理解当中呢，就是天眼其实也能看到一些不同维度的一些东西。没错的，没错。通过这些维度呢，比如说了解到你的这个前世今生啊，然后或者说是一些已故之人的事情。那么所以呢，今天法明老师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想这一期也是最为合适和最直观的了，因为它是真真实实可以看得见的。对。也很开心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四维世界。没错。对。因为在这个超能力学院的这个比赛当中啊，很多时候是真的很感人的。比方说有2次林鹤他也上同了，就是自己控制不住自己，爆哭。对，在哭啊，或者说全身颤抖啊，我们也都看到法明老师像一个慈祥的父亲一样的，那去帮他去治疗，帮他去这个处理，那也给大家留下了这个非常深的一个印象。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提前收集了一些问题啊，就是跟我们的这个观众朋友做一些互动。那其实很多朋友们都想知道，中元节是所有的已故亲人都会回来看我们在阳间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亲人吗？这个是其一。那如果他们回来了，我们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应呢？有什么样的一些感受或者感应？能看到什么？到底是托梦，还是说突然就是飞来的蝴蝶？因为其实我不知道法明老师有没有了解过，就林正英是一个香港很著名的演员嘛。那在他去世的时候，真的飞来了很多的黑色的蝴蝶。就是围绕在灵堂里面，他久久都不散去，好像是在跟他告别一样。那在这一些很奇特和神奇的这个情况之下，那看看法明老师能否帮我们解读一下，到底哪些是一些比较可靠的征兆，让我们去留意，或者說有哪些是我們自己的幻想和想象。OK， 咁我講白話定普通話都可以。OK， 普通話也可以。都可以。對。咁樣一樣嘢係咁樣嘅。如果我哋係靈修啦，咁其實我哋玩嘅係一種感應同埋同四維世界去進行接觸嘅。咁啊喺呢個過程當中，如果我哋見到一啲小物體啦，又或者小昆蟲類啊，唔管蝴蝶啦，或者可能一隻飛蛾啦，又或者其他嘅一啲動物啦，可以咁樣講，突然間會出現喺你嘅面前，或者喺你嘅靈堂度咧。就剛才說到蝴蝶，係啦，也是小動物嘛。係咁啊，昆蟲類啊，乜都得嘅。咁啊，我哋嘅第一感覺係最準嘅。係。咁啊，我哋第一感覺可能就會感覺到我嘅先人翻咗嚟。咁啊，可能會感覺到可能邊啲靈體喺你呢度。咁啊，所以其實呢樣嘢嘅話，唔單止係直指蝴蝶，咁啊係。可能我哋喺懷念親人嘅時候咧，咁其實呢樣嘢我哋就會有一個自身嘅感應啦，又或者我哋嘅一個心念啦。咁啊，其實就想祖先翻嚟，但係喺嗰一刻我哋嘅腦海當中係突然間會呈現到一個畫面，又或者可能突然間感覺到係啦。又或者可能一樣嘢就會你有起雞皮啦、凍啦、唔舒服啦，起雞皮疙瘩，係，然後感覺到很凍啊，很不舒服。對，係冇錯，所以佢有好多種體驗嘅方式，就係當我哋思念嘅人啊，其實佢哋都會俾一種信號我哋。所以那我們現在屏幕前有差不多1000位朋友，那大家也可以跟我們留言互動一下，您是否之前有過這樣的一些體驗了？那當然，我在這裡分享一些我自己的一些感覺啊。因為之前呢，小的時候我跟爺爺奶奶一起長大嘛，所以我跟爺爺的這個情感連接是非常深厚的。那因為那個時候我爺爺去世的時候我很小，可能不到10歲，但是我有很強的記憶了。那我真的在頭七，因為我們講頭七日，它是回魂嘛。對。那可能在那一天晚上，我真的好像，我也不知道是錯覺呢，還是說真的，我就感覺到我爺爺回來了。那就像法明老師講的那個感覺一樣的，就是沒有所謂的，不一定有畫面，也不一定說有雞皮疙瘩，但是我就覺得，哎，他可能回來了。對。
是不是这个就是一个很明确的信号？没错，然后我也有在抖音就是社交平台上面看到一些，就是像人家结婚的时候，就会有一只蝴蝶突然飞到那个结婚就是在那个男生结婚的时候，有一只蝴蝶一直停留在他的身上，一直没有走。然后这种可能也是他的亲人回来看他，参加他的婚礼。对，所以我觉得无论婚礼也好，丧礼也好，它可能都会有一些类似的频率的感应吧，共振到了，共振到了。对，刚才我们也分享到了我们的一些人生的一些经历嘛，所以的话，其实我们都很期待在这样的一个有人注意到了法明老师新的这个球鞋，没錯，你的眼很尖喎。係啊，之前有人都喺度講，點解法明老師咁中意着 Jordan 嘅？的確一樣嘢嘅話，下次讓喬丹請你簽。今日都係 Jordan 喎，今日係我基本上都係啲 Jordan 係沒錯。係喎，情有獨鍾。在這裡呢，我想問法明老師一個很專業的問題哈，就是我們很多觀眾就是他們會擔心一個很現實的問題。當我們打開這樣的一個特別的通道，怎麼樣去保證只有親人能進來？萬一有些好朋友就可能對跟着他一起進來，因為這個中元節的時間，他可能比較陰一點嘛，那是不是會有一些其他的干擾？我們要不要做一些防護？嗱，其實咧喺中元節啊，其實可以講話係一個天官嘅一個赦罪啦。咁其實好多嘅一啲大神們啊，其實佢都會睇場啦。我即係用啲最白話嚟講啦。咁其實就係好多個祖先們，其實佢都可以返屋企嘅。咁啊，呢樣嘢嘅話咧，如果佢返屋企去探親人嘅情況之下，話俾你聽啦。上天有上天嘅一個規矩，咁佢哋咧係會有一個守護俾到各位親人嘅，所以係唔需要擔心㗎。就是上天會給守護給我們。係唔係俾個親人去守護佢？咁呢樣嘢嘅話咧，唔好去感染到一啲唔好嘅氣息啦，俾後代啦，又可能呢樣嘢嘅話就佢哋可能會幫你隔一隔嘅牆啦之類咁嘅嘢，因為有好多嗰啲孤魂野鬼㗎嘛。但係如果佢係有嗰啲後代在世嘅情況之下，其實佢都係有上天嘅眷顧。我可不可以這麼理解？就是說，中元節期間，我們在祭拜親人，其實我們的祖先已經已經在保護我們了。是。你可以咁樣講。因為佢係會有祖先，即係有天官嘅一個氣息，有官差嘅一個氣息。當然啦，呢樣嘢嘅話咧，就可能我哋會遇到一個咩情況咧？就係你嘅親人，跟住可能喺度受緊刑，又或者有業障，咁可能呢樣嘢佢嘅出現咧，咁樣就係可能有官差喺度就陪住他一齊嚟，陪住一齊咯咁樣。如果唔係嘅情況之下咧，當佢哋出嚟嗰刻咧，其實天道係已經係俾咗個保護，俾咗啲嘢佢哋㗎啦。即係好純淨嘅一個氣體入咗嚟咁，係保護住佢，又唔可以即係有啲人騷擾唔到佢哋啦，又或者佢哋翻去探親嘅時候啦，佢哋又唔會去騷擾到家人嘅，所以其實唔需要太過擔心。你嘅唔需要擔心嘅係家人嚇，咁啊當然外來嘅靈體係另計嘅。對啊，咁啊無主孤魂嗰啲另計嚇。對啊，那像法明老師有這麼多年的一個修行的經驗了，那也應該在類似的一些環境之下，有沒有碰到一些特別驚險的事情，或者說讓你記憶比較深刻的，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中元節嘅話咧，就基本上佢係受到上天嘅眷顧嘅，你唔會話有太多太麻煩嘅事情會出現。咁啊，因為佢哋係大赦，即係大赦嘅情況之下，係啦，咁啊係俾所有嘅親人啊、有情眾生啊，或者係即係祖先啊之類咁樣翻去睇屋企人，所以唔需要太過擔心嘅喺中元節嚟講。就相當於皇帝大赦天下，係啦，所以大家都有平等的權利。係，冇錯，沒錯。那我們還有一個就是很多海外遊子都很關心的一個問題，就是比如說我人在馬來西亞，但是我的祖籍可能是在福建或者說別的其他的地方，那麼他們就想知道隔得這麼遠，那些祖先還能不能找到他呢？然後還有就是他們在祭祀的時候，就是會不會需要像寄快遞一樣？然後需要說我報個地址，然後我的新地址在這裡，你過來找我。那這個跨境快遞到底能不能寄得到呢？嗱，首先一樣嘢，啱啱你就講話到底我海外嗰啲可唔可以尋根問祖啦？係。咁啊，我請佢哋過嚟啦，又或者係可能我擺咗個壇咁樣，佢揾到我，咁樣其實話俾你聽咧係揾到嘅，咁啊只不過係需要錢啫。咁啊，例如一樣嘢，我哋有一個好強嘅心念，我記住呢位祖先，其實呢位祖先係可以通過你嘅心念啊，
跟住呢樣嘢去揾到你又得，又或者可能你揸住佢嘅物品，例如佢經常用嘅，好似我哋嘅眼鏡啦，咁啊你揸住佢嘅物品，其實佢都可以尋找到你嘅氣，又或者血脈，佢都可以尋找到嘅。即係我哋有多種方向，即係我哋唔一定話通過咩八字啊或者各方面，喺四維世界所有嘅嘢都係一股氣，佢可以通過呢股氣去揾，只不過一樣嘢就係佢成功率到底有幾高。如果你想話成功率高嘅情況之下嘅話咧，咁啊即係我哋所俗稱嘅啦，靈體比較虛弱少少嘅，可能成功率就會低啲咁樣，但都唔緊要。你喺祭拜嗰刻，你有金元寶，其實佢都可以揾到你，因為有人幫拖。对，因为之前我跟法明老师一起做这个法明灵接触的时候呢，法明老师讲过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金元宝啊，其实是我们打电话的通信费啊。你只要你只要有金元宝，他就可以打电话给我们这个后代。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刚才法明老师讲的，只要那股气在嘛，让我想到一个很形象的一个比喻，就像我们看《火影忍者》一样的。里面有一个查克拉有一位这个主角叫风波水门，他有飞雷神，飞雷神就是在你身上贴个符，他马上就穿越过去了，就像连一条线一样，对，就是他刚才讲的，我拿一个物品，有這個能量，然後我就可以找到我的後人，找到我的先人。所以點解好多時候咧，我哋查事問事啦，我哋係唔需要八字嘅。咁啊，因為八字咧，大家都知佢係一個時辰啦，咁咧亦即係2個鐘頭。其實嗰2個鐘頭當中咧，有好多萬人出世。我點可以精準揾到佢咧？但係呢樣嘢嘅話，神通人士咧有個好處係咩咧？就係我只要見過你，或者有你張相，聽過你把聲，跟住呢樣嘢或者有你嘅身體嘅氣息，又或者有啲物品，咁其實我哋就可以尋找到你嘅。所以我跟你說，千萬不要得罪神通人士。你逃到天涯海角都沒有，無聲無息之中就給你下蠱了。哦，唔會嘅，我哋開玩笑。老師不會的，法明老師。法明老師當然不會。所有嘢都係因果嚟嘅。沒錯，但法明老師還教了我一個絕招啊，一個小竅門，就是比方說你剛才聽到法明老師講，通過這個照片也能夠找到你嘛。你記得每張照片發出去都 P 一 P， 就不像你了，就可以找不到你。被你揾到漏洞了。對，就是被我找到了一個竅門，分享給你嘛，因為你老是喜歡發自拍嘛。是。我平時不發照片的，所以沒事的。怪不得你不發照片，原來在這裡。對。好，那我們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假設啊，我們的這個祖先已經找到我們了，那我們給他燒東西之後呢？那我怎麼能確保這個東西完整無誤的到他手裡呢？嗱，首先啱啱咧，比如話師傅，比如話我燒金元寶啦，我燒咗100萬，會唔會俾啲人即係東立西立到佢手得10萬？嗱，呢樣嘢啱啱我就講到一個話題啦，咁樣就係有天官嘅赦罪啦，咁樣有神仙嘅赦罪，佢有一個保護罩喺度嘅，係，亦即係換句説話嚟講，你燒俾佢嘅嘢咧，佢係立住嘅，係嘛？但係咁啊喺嗰一刻你係立住嘅啫喎。你出到去外邊俾人搶，有例如冤親債主啊，所有嘅嘢咧，咁呢樣好難講啦。哦，即係你先係嗰一刻㗎啫嚇。哦，即係淨係可以保證我到佢嗰手，即係我燒俾佢嗰一刻，佢攞住咗。係嘛？係咪叫到手咗先？係，但係佢翻到屋，即係可能佢翻到佢自己屋企冇咗，或者係俾人立走咗。係啦。哦，咁呢啲問題點樣避？這就是解冤親債主的重要性。哦，明白了。我還以為就是寫個名字，寫個身份證號，這樣就可以完美的避免這個問題。因為佢自己本身有業障啦，或者有陰債未還啦，又或者有冤親債主喺度啦。咁啊，曾經我都講過啦，冤親債主係大晒㗎嘛。係。咁啊，佢翻到去之後，佢冇咗呢個保護，又或者喺呢個保護底下嘅情況，啲冤親債主跟住你唔得㗎。沒錯。我睇你幾時咧就冇咗呢個保護。係，即係我等住你，你早一日你會有漏洞，我就鑽你個漏洞。係啊，咁你又掃唔出嚟。咁啊！我成班冤親債主係咪圍住你？係。你想俾邊個先啦？哇！咁樣嘢，一話一樣嘢嘅話，你想還陰債先啊？你還地府債先啊？一話還咩債先啊？我就圍住你，你出唔到去。我等你個神哥冇咗，原來一樣嘢，你㗎咯喎。其實那個高維空間和這個人世間，我覺得蠻像，一樣，就相當於安南欠了銀行，我欠錢，欠了100萬，是你工資發了2萬塊。那工資可能就是馬上花到銀行去了，是就來到你手上。銀行好好傾偈㗎。啊，對，利息債主就有點不。係啦，你可以當佢哋係一個即係講現實版啲，又或者通俗啲就叫大窿。哦，即係追住你。係啊，銀行最多一樣嘢嘅話咧，就可能觸碰一下，喂，你好還錢啊，或者嗰個，佢唔會有過大嘅動作㗎，話俾你聽。但你諗下啲大耳窿係點樣嘅，你就明㗎啦。
哇，咁真係好恐怖。是沒錯，所以按照這個最好就唔好爭人錢啦，有咩嘢嘅話臨還即還㗎嘛。趁早還債。是。所以按照老師的這個說法呢，那整個農曆7月啊，都是我們鬼門大開的一個時候啦。冇錯。那麼如果我們要祭拜自己的祖先的話，那麼有沒有一個很標準的方法，就是在我們這一天這一個時間是祭拜最好的，或者說在這個方位上面有沒有什麼講究？因為很多人他可能是漂泊在外的遊子，又或者說他移民去了國外，因為我們的頻道是對全球華人的嘛，是。那他們在異國他鄉有沒有一些很這個通用的方法來去祭祀自己的先人？嗱，咁我首先答一個就係時間問題先。時間，咁啊，呢樣嘢嘅時間問題嚟講咧，喺我咁多年嘅經驗當中咧，我哋就發現咗一個係咩咧？17點到21點之間咧，呢個時間係最好嘅。17點即係5點到9點。哦，傍晚嘅時候，係啦，晚上傍晚係啦。點解咁講咧？早上咧，佢陽氣過重嘅情況之下咧，當然有啲強嘅靈體佢係會出到嚟嘅，但係由於係大赦啊嘛。咁我唔知你祖先當中佢會唔會虛弱？咁佢虛弱其實就係一個好虛弱嘅個靈體啊，佢會飄咁樣。佢白天係出唔到嚟嘅。咁啊，如果係超過咗9點之後咧，係我哋現實嘅人接受唔到啦。點解咁講咧？就係我哋有好多嘅陰氣會進入我哋嘅身體啦。太陰啦，係太陰啦。所以其實我哋要懷念一啲親人嘅情況之下咧，懷念好重要。但係我哋現實生活嘅人嘅身體仲更加重要，所以就唔好搞到自己嘅身體咁虛弱啦之類嘅嘢啦。所以這個時間第一點，最好是下午5點鐘到晚上9點鐘。是。係啦。有沒有第二個需要注意的？比方說方位啊、朝向啊，我應該朝哪裡拜啊，等等之類的。咁啊，冇咁多呢啲咁嘅。沒這麼複雜的規矩。係咁樣一樣嘢嘅話，當然啦，就啱啱講到最重點嘅就係我哋嘅現實嘅人啦。咁樣一樣嘢嘅話，唔好將一啲陰氣吸到，即係你點都要呼吸㗎係嘛？係。咁樣一樣嘢嘅話，如果你宵夜嘅情況之下咧，好多靈體會圍住你㗎嘛，係嘛？咁你話祖先有庇護啫，咁呢樣嘢嘅話，如果係無主孤魂咧，佢本身就喺度嘅咧，他不管你啦。係啊，咁佢哋佢哋空搶一下，你有錢派，咁我咪過嚟收咯，我咪就過嚟攞咯。咁佢哋唔係有心去搞你嘅喎，只不過行過路過嗰啲陰氣跟住撞到你，你咪會陰咯。沒錯。咁所以呢一樣嘢，如果你哋真係要祭拜，係咁樣嘅情況之下，又驚住瀨嘢嘅話，特別係神通人士啦嚇，咁樣帶住個輔助身。哦，但因為上次跟法明老師做直播的時候，法明老師也說了，最好7月份這個比較陰氣重的時候，請一道符，冇錯，然後帶在自己身上，隨身佩戴。冇錯，話俾你聽，法師嘅符先係最個能力係最高嘅。有沒有說哪一種哪一種類型的符比較合適呢？因為像比方說，風水老師啦，他可能寫靈官符，是吧？或者說是其他的一些符咒。那像法明老師最擅長這一方面是哪一種符咒？咁呢樣嘢嘅話，我哋大多數係用保命護體嘅，即係護身符。咁樣我護身符一護身，全身啦，我又唔搞佢，我又唔打佢，但係我防止人哋過嚟，即係俾啲陰氣我啫嘛。所以我哋係一般嚟講都係使用護身符嘅，保護自己，係保護自己，保護自己，係啦係啦。那剛好借助這個機會，我也有自己的一些小問題啦，剛好請教一下法明老師啦，因為你啲問題比較深入嘅，所以我比較中意啊。對，因為確實人到中年也要考慮更多的一些祭祀的問題，差不多了，差不多。我先到咗啫，你差不多，我們差不多對。所以比方說我們在大城市生活，可能現在禁止在街上直接燒紙，那可能我選擇在一個大樓的天台上面，我就擔心我如果在一個天台上面去燒這個紙錢或者元寶，我的祖先能不能收到呢？信念好重要。哦，信念很重要。係啦。OK。同埋一樣嘢嘅話咧，就係因為有人啦，好多人啦，其實佢有信仰嘅。係。咁啊，佢有信仰嘅時候咧，就會有觀音菩薩啦，又或者有過路神靈啦，係嘛？咁其實其實大家去修煉嘅時候都知㗎啦。喺我哋做任何事之前咧，其實同大神上支香，講一講你想做乜嘢，即係你嘅心願。咁呢樣嘢嘅話，亦係一種好大嘅一個輔助。比方說，我可以我想準備拿個蘋果啦，然後上面插3支香，就放在那個地上嘛，我就會跟各位神仙說，我說，希望大家能夠幫我把這些元寶啊。不，你剛才說的是樓頂。對，在樓頂嘛。你在樓頂嘛？對。那你在家的情況之下，如果有神靈
咁啊，例如觀音菩薩，咁我首先上支香俾觀音菩薩，然後就同觀音菩薩講觀音菩薩啊，咁樣保佑我啊，跟住我懷念親人啊之類咁嘅嘢，又希望咧樣嘢嘅話咧，佢老人家跟住我啲親人，跟住又收到金元寶咁樣，但係由於屋企咧就比較細，咁啊因為隻個地方咧唔允許喺門口燒咧，又可能影響到隔離左右，我想樓頂燒，麻煩一下，傳遞一下，麻煩幫我傳遞一下咁樣，即係。有信仰嘅人，佢屋企係會有神靈，而且好多人都會同神靈啊去拜下。那同樣的方法能跟祖先來說嗎？因為我家裡面可能會供奉他們的那個牌位啊，跟他說一下，我實在沒有辦法，只能去樓頂燒給大家。可以㗎，冇問題。也可以的。同佢講，麻煩上樓頂，跟住接收啦，咁樣。所以其實我覺得做我們的節目還是蠻有收穫的，因為在這個現代社會呢。尤其是這個防範火災啊，然後環境污染的意識很強嘛，那大家可能不知道怎麼辦。好，那比方說我去到樓頂了，那我是不是也需要擺放一些貢品？那像這種貢品的話，它有什麼講究？哪一些象徵的意義最好啊？哪些東西是不能夠供奉的呢？有沒有這個講究？必需品跟禁忌。對，禁忌的。可以咁樣講，你祖先中意食乜你就買乜。哎，其實這個答案我猜到。但是如果萬一不，就是像我們這種比較厚的，就是想祭拜祖先，我們可能不知道他們生前愛吃什麼。那就是你想吃什麼就吃什麼。我猜到嘛。真的。因為上次直播法明老師有講過，係我哋一份心念，一份心意，冇話一樣嘢嘅話俾祖先到底係供乜嘢，或者係神靈供乜嘢。沒錯。我最喜歡嘅嘢俾咗你。又或者我供祖先最喜歡嘅嘢，心意到了，係啦。對，比方說，可能我們就是一個普通家庭啦，那可能我覺得，我買隻雞用了200塊錢，我一個月工資才2000塊錢，我覺得已經很有盡心了。那在有很多有錢人眼裡面，一隻雞根本算不到什麼事情。對，但是我覺得我盡心就 OK 了。盡力盡心，其實一樣嘢，所有嘢都會到位。所以安南心念很重要，心意很重要，沒錯，心意很重要。是。下邊呢個就係一個選了自己喜歡吃的，完事了還能自己吃。呢度咧就真係一樣嘢要同大家講啦，係啦。點解咁講咧？就係因為咧，好多人咧係冇法力在身，咁樣佢即係供完個供品之後咧，咁其實因為係祖先又或者係靈體攞咗呢啲供品，佢會留低咗陰氣喺入邊。如果你即係將佢再食咗，或者將啲陰氣食咗落肚咯。所以我建議一樣嘢嘅話咧，就係大家可以即係呢啲供品拜祭完之後，我哋一般嚟講咧就一炷香嘅時間就 OK 㗎啦。咁即係燒完嗰炷香啦，我哋費事去即係騷擾到即係現實世界嘅人啦。咁我哋就將呢啲嘢啊打掃乾淨啊，就將佢劈咗佢就算啦，咁樣咁樣一樣嘢就唔好去食，仲你自己想食嗰啲咧就重新買過，但就唔好嗰啲用品都係一樣，係咁樣一樣嘢嘅話就唔好再用啦。咁但係如果我劈咗佢，有啲可能執嗰啲嘢食嘅人食咗會點啊？咁既然佢都係執嘢食㗎啦，佢仲會介意陰唔陰氣咩？咁又係，就是吃飽比較重要了。係啦。但是我之前我很小的時候看過一部電影啊，就是一個乞丐，他真的快餓死了。他就最後沒有辦法去到一個墓園裡面去吃貢品，但是後面呢，就是他恰巧因為尊重，開了陰陽眼了，然後對了，這有一些奇遇，但是不是說大家要去學這個方法去做，只是說還是像法明老師說的一點，我很欣賞，就是每個人的心念很重要，無論是尊重先人，還是說敬畏，還是說這個尊重大家的習俗，其實我覺得都是發自於內心的。那麼今天這場直播呢，我們也特意收集了一些粉絲的問題，因為很多朋友想跟法明老師互動嘛，但是這個機會其實有限的。那我們相當於我們在 FB 或者說 YouTube 上面也收集了一些問題，我們今天跟現場連線一位這個粉絲，好嗎？OK，好，那有請我們的這個導演觀眾，對，連線這位叫 Linda 吧 Lydia 這位朋友啊，是一位來自於，很年輕哎，接通了，在這邊，好，你好啊，你好，你好，主持人好，法明老師好，就在問我問題之前，想問一下，
我们冥想打坐的话，你有没有机会可以跟老师交流一下？因为我们一直以来都是自修，所以不是很了解这方面。你是讲的是哪一方面呢？冥想打坐。对，冥想打坐，你是讲一个修炼方法，还是打坐方法，还是解手印，还是怎么样呢？你想的是哪方面呢？还是说你梦到一些东西呢？我想知道的是，我们就是修行的方法有没有一直走在对的路上，然后看到的、接触到的有没有，就是是不是真的都是真的这样？要不你说一下吧。师父带我们一起修行。就是他的想问，就是他冥想打坐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事情是不是对的？您说冥想打坐是每个法门或者好多的一些教派其實都有教打坐嘅，包括打坐可以講瑜伽啦，又或者傳真啦，呢啲係比較犀利嘅。咁樣，所以我唔知佢想問嘅問題係邊種問題？係打坐出現咗問題呢，定係話到點呢？对，就是我们在就是打坐的时候，像我就是会冥想到别人会发生的事情，可能是一些还没有发生的事。就打个比方，我会看到可能朋友家里会办丧事。但是因为这事情还没有发生，所以我不可能跑去跟我朋友说你家是不是这样的。所以就我想问的是，我为什么会看到这些事情？然后是不是有人想告诉我，还是我自己窥探到的？然后当我知道别人还可能会发生一些事情，那我可不可以跟他讲？这会不会涉及到什么因果的问题？这个事情是已经发生了吗？不。他的问题是分了几个问题的，是然后我一点点，然后告诉你听。第一，你打坐的时候，当然就是我们在三维世界是在打坐，是不是？你用很多的结印各方面都 OK 没问题。然后是我们的元神在打坐，真正是我们的元神。元神在修行。元神在修行。元神其实就是三维跟四维的一个连接点，就是我们在三维就是有个 body 气魄在这，那元神。就是在三维跟四维中间，它可以晋升更高维度、更高的一些灵体。它可以在三维的body里面，也可以在四维的世界里面，然后在那边寻找，在那边走。然后它带了信息回来之后呢，就会告诉这个本体不管你到底神通到底是如何，它都会有，只是频繁跟少量的问题，还是说。就是他可能会出现什么问题，例如他在四维世界受伤了，他可能也会告诉你听，就是我哪里痛，你那个位置就会痛。所以刚这位朋友分享的就是说，他打坐修行以后，他能够提前预知一些东西，是不是说他从四维世界里面看到了？是他的元神看到了，元神看到了，意思就是，其實我哋我講翻粵語好可以。其實一樣嘢講咧，就係我哋喺四維世，他能聽得懂嗎？聽得懂，能聽得懂嗎？可以OK。咁啊，其實就係我哋喺四維世界，你望到佢哋都會望到你。兼且如果我哋係通靈體嘅情況之下咧，咁啊，其實個元神係會帶咗四維嘅信息俾你。特別如果你打坐係會出現呢個問題嘅話，唔好講話你打坐嘅時候，你瞓覺嘅時候你都會有嘅。即係發夢。係做夢，發夢你都會有嘅，經常係我哋所俗稱嘅啦。咁我哋就三魂跟住出竅啦，或者係元神出竅啦，咁樣嘅一種講法，就係去四維世界攞低啲信息翻嚟。又或者有啲人咧，可能我瞓喺度，我就已經見到隔離房到底係發生咩事。咁其實就係個元神跑咗出去喺高處，跟住望下隔離，又或者可能穿牆人過咗去隔離，然後佢同你嘅三維進行連接，佢咪帶到四維嘅信息俾你咯。係咁嘅問題嚟嘅。所以這位朋友能聽得懂法明老師的這個原理介紹嗎？可以。其實就是說，您自己的元神修煉，然後獲取到信息，傳遞給到你自己的。係啦。咁啊，第二點佢就話一樣嘢嘅話咧，佢經常夢到一啲未來嘅事情。咁啊，其實呢一度咧可以講話一樣嘢有多種情況，唔可以講話一樣嘢係一個好明確嘅信息係點咧？有人係夢到以後會發生嘅事情係準嘅。有人夢到咧一樣嘢嘅話係唔準嘅，啱好相反。有人咧就半夢半醒咁嘅狀態，亦即係話有準啲又唔準啲咁樣，所以呢個唔係一個係好準確嘅一個答案嚟嘅。咁啊，有啲人咧仲係講反喎，我唔講咧，反而佢就發生啦。係，我講咧佢就唔發生，我到底係
嚇人好咧定唔嚇人好啊？係咯，就現在這位朋友也在糾結嘛，對，就是會不會沾染因果？是該不該告訴他？啊，其實問題就喺度啦。咁樣嘢到底講定唔講？準定唔準？係嘛？所以其實我哋日常點解要修練？我哋日常點解要去判斷所有嘅事情咧？所有嘢都係經驗。哦，就是說我經歷的事情多了，去驗證它，準還是不準？冇錯啦。有幾次成功的經驗和失敗就總結出來了嘛。是。咁你要睇下你嘅經驗到底有幾豐富。即係例如一樣嘢嘅話咧，咁當然大家都知啦嚇，咁樣嘢而家比較繁忙少少啦嘛。咁我一日就 N 個。咁我10年咧。咁啊，即係我哋會用呢種經驗不斷咁樣去增強自己嘅一種能力啦，又或者係我哋自己嘅睇得太多嗰啲善信而總結出嚟嘅一種經驗嚟嘅。對，就好似打怪咁會升級㗎嘛。係啦。老師傅的經驗比較豐富。是，那像他這種情況就可能要做多幾次這樣的觀想。已經唔係做多幾次嘅問題。係我哋一邊修行一邊實踐，一邊去聽人哋講，一邊去一樣嘢處理問題，跟住一樣嘢 N 年後嘅一種經驗嚟㗎。但是在這裡呢，我聽到剛才法明師傅講的這些原理啊，是我反而有些擔心我們這位Lydia 這位朋友，為什麼呢？因為如果說他沒有一個很專業的老師去指導，很有可能會陷入一種自己的誤區。對，冇錯㗎。對，所以我覺得就是 Lydia，你修煉的時候呢，其實真的是需要找對老師，找對方向。是。如果是自己就是胡亂的猜啊，或者說打坐的話，其實可能會帶來困擾。同埋一樣嘢嘅話咧，好多時候啊，喺我哋修行嘅時候，當然你成日都會覺得一樣嘢嘅話咧，你會唔會遇到？點解我到依家都未遇到個名師嘅？我揾唔到個名師，我揾唔到個師傅去教我。我一直冇咁嘅緣分，又或者我可能緣分未到，又或者可能我拜咗呢個師傅呢度唔得，嗰度唔得咁樣。其實好多都係一個心念嘅問題，同埋你自己做法嘅問題。咁係嘛？咁如果你作為師傅嚟計嘅情況之下，你靠得我有幾靠近，我咪教你有幾多嘢咯。係嘛？咁一樣嘢嘅，有啲時候就係你認為你真係最鳩屎嘅，你真係最叻嘅，我有錢收過，咁你拜師嚟做咩啫？係嘛？咁心態很重要，對，心態很重要。所以點解好多人有冇發現從古至今好奇怪㗎？首先拜師又好咩都好，首先從童子開始做起。咁亦即係話你到底嘅心穩唔穩？原來係心性嘅問題先嘅，跟住你同呢個師門嘅緣分到底有幾深？因為做童子係點啊？我要供奉神靈，我要做日常嘅所有嘅嘢，你識唔識先？OK，我當你識，係嘛？咁一樣嘢 OK，咁啊師傅們都會教你一招半式嘅，係嘛？咁我哋俗稱嘅叫做跨入外門嘅第一步。原來跨完外門第一步之後 ，OK， 你 OK 咗，原來呢樣嘢先會跨入個內門。咁啊跨入個內門之後咧，你就會跨入咩？即係叫做一樣嘢根師。跟住跨入嗰個根師之後，你先會跨入一個叫真傳。但係你哋見到好多嘅人，從古至今嚇，真傳根師嘅好少。點解？其實啲師傅們都要睇下你一樣嘢嘅話，你係咪佢嘅師門嘅承傳？你到底一樣嘢嘅話，你能承受到幾多？你有冇哋諗過一樣嘢嘅話？點解有啲？你有冇發現法物嘅師傅係特別惡㗎？就比較兇，脾氣比較大，係啦。所以我哋會有分嘅。老師、學生、師傅、徒弟，嗰個師傅咧係幫你操作事情嘅師傅，即係叫揸車師傅啦。另一種係師傅、徒弟，係唔同嘅概念嚟㗎。兩個字不一樣，一個是父和輔。係啦，咁樣嘢嘅話就係師傅們都會承受你嘅因果。所以當你一樣嘢嘅話，拜師嗰一刻，其實一樣嘢你到底係拜邊種類型嘅師，你自己要考慮清楚。點解啲？特別我哋所講父親嗰個父嗰個師傅，特別惡㗎對住啲弟子，係嘛？咁其實就係唔想行差踏錯。沒錯。那我想問一下，因為我們也聊了很久了嘛，想問問 Lydia，你是否能聽明白法明老師的這個回答？然後呢，你有什麼其他的問題也可以跟老師來反饋的。剛剛講到那個因果的問題，我還有另外一個案例，就是想問這個。就是這件事情有沒有關係到我跟他講？就是有一次是我打坐看到我媽的朋友，他開遠都會出嚴重車禍，我沒有直接跟他講他會出車禍，我只是問他能不能改搭火車，然後他們最後是有改搭火車的，就避開了這個嚴重的車禍嘛。可是就是過了沒有幾個月，他們有一天去身體檢查，就
就查出他们心脏有问题，然后给他动大手术。可是在那之前是他们完全没有身体不舒服。那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我让他们避开这个事情，所以他們後面又發生了更大的劫難，這樣子。所以就話閻王要你3更死，你不得留5更。有啲事情唔係我哋人為就可以去改變嘅。其同時一樣嘢，因為我哋通靈者，咁樣我哋通靈者咧，你話夢傳嘛，邊個通靈者冇㗎？係嘛？咁一樣嘢嘅話，我哋夢到未來嘅事情，我哋個個都會㗎啦。咁但係喺呢個過程當中，我應該講定係唔講咧？呢啲全部都係經驗嚟㗎。沒錯。有時講得出嚟嚇親人。而嗰個事情咧，佢又唔會發生喎。有啲事情咧，你唔講一樣嘢嘅話，佢真係發生咗喎，你心入邊又唔舒服。係嘛？咁到底你孭唔孭因果咧？你講咗，人哋本身唔會發生呢件事，跟住一樣嘢嘅話。你嚇親人喎，嚇親人咁呢樣嘢，你係咪孭緊人哋嘅因果啊？冇錯啊，亦即係話我哋喺日常嘅修行當中，我哋就不斷咁總結經驗，總結所有嘅嘢。你總結到你自己嗰套出嚟啦，你先再去講呢啲事。要不然就不要隨便告訴別人。你可以喺旁邊留意佢嘅問題，到底會唔會發生？又或者你去問以前佢曾經係咪發生過呢啲事，逐啲攞所有嘅經驗翻嚟，我哋先好去評估同埋判斷同埋去講一啲事情，唔好揦埋。哇！我有呢咁嘅神通，跟住一樣嘢嘅話，我就講俾人知啊！我都係為你好啫。咩叫為你好？你嚇親咗我啊！係嘛？你令到我一樣嘢三魂七魄，我俾你嚇得半條命走啦！到底一樣嘢嘅話，你係幫我定害我啊？所以分清楚這個輕重和對錯很重要。係啦，冇錯啦，冇錯啦。對，然後就是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從我的視角看出去的四維世界，其實不是像我們肉眼直接看，而是我可能腦海裡面會有一些畫面跟訊息，或者是我會聽到一些很細的泛音的聲音。馬來的喎，就很像我以前上學的時候，就有一個靈體，他是考試前出車禍，所以就離開，然後所以他就是有一個很深的怨念。那他又不知道怎麼離開那個地方，我又不知道要怎麼幫助他。那像我們在跟靈體接觸或者溝通的時候，有什麼事情是我們可以做跟不可以做的？然後如果他們的要求可能很難，或者是怎樣，那我們要怎麼辦？喺我從事咁多年嘅經驗當中嚟講咧，呢啲事情咧，我係唔會理嘅。就不會理。就是不要去管，就是周遭的一些，因為管不了。同埋有情眾生有咁多，係跟住佢哋喺下邊受苦難，又或者有啲無主孤魂，跟住佢冇後代，好多唔同種。我幫得呢個，你有冇諗過佢哋都有朋友㗎？然後佢哋又另一個過嚟，跟住一樣嘢你要幫幾多次？攞你福德，攞你錢財，定攞你乜嘢去幫？你可以幫得啲乜嘢？做有情眾生，你講真，我哋中國得14億人口啦。有情眾生，你覺得佢會比呢14億人口少嘛？我幫得邊個？係嘛？佢係你祖先，抑或你係邊位？所以會以我咁多年嘅經驗嚟講，呢啲事情。慢慢我就唔會理會，唔會理會嘅情況之下，我自然會形成咗一個即係屏障。佢哋唔會再同我講到嘢，我亦唔想聽佢哋講嘢，除非我想聽。如果唔係嘅情況之下，佢哋我唔會聽到佢講嘢。沒必要去多管閒事。冇錯啦，我收好我該收嘅嘢。要點樣屏蔽他們的聲音？就是你先切斷跟他們的聯繫，你第一個來找你不理，第二個來找你不理，第三個來找你不理。那麼慢慢就會越來越少。你現實生活中一樣嘅啫嘛，安南嚟揾我，同我講一樣嘢，喂，我而家生活好困難啊，跟住一樣嘢，跟住公司出嚟 sell 咁樣，咁各方面啲嘢，跟住一樣嘢講，我又準備咩如何，咁樣一樣嘢，咁你話唔通我俾錢佢啊？係咯，跟住咁先會俾得我，就會俾得第二個啦。好啦，原來一樣嘢嘅話，你又同阿子睿講，跟住一樣嘢，喂，呢邊係有錢派啊，係啊，快啲嚟攞啊！只要你講句一樣嘢嘅話，就算唔真實都好，跟住一樣嘢嘅話。佢呢個就幫你嘅，沒錯。你點知佢真實定唔真實？所以我理解法明老師的想法，就是其實我們要收起那種無謂的同情心，係啦，因為很多東西就是慈悲心，並不是說我什麼東西都要馬上去幫你的。同埋一樣嘢，我啱啱就算舉例都好，我知佢嗰個舉例真定假咩？
係嘛？有可能是個陷阱，係啊，或者是咁都得㗎啦。或者是騙錢騙人的，係啊，佢淨係因為佢知道你睇到，因為佢知道你聽到，因為佢知道你感受到，但係佢亦知道你分辨唔到咯，咁簡單。沒錯。咁我做咩？咁如果既然我冇咁嘅能力嘅情況之下，即係我判別唔到佢係好嘅定壞嘅，係我同佢唔熟，係，我就唔理。最等於街邊突然間有人同你講，哇！一樣嘢嘅話咧，咁你可唔可以做下好心啊？跟住我幾日冇飯食啦，做咩？幾日冇飯食，揾警察啊嘛，大佬！你揾我做咩啊？係，我走㗎啦。沒錯，係嘛？咁我一見到，唔該呢個係施主，可唔可以好心？未講完後邊我走啦，仲等你呀。那我剛才也聽到 Lydia 她笑了嘛，笑了，對。所以其實我覺得這位朋友應該也能聽懂，對，這個法明老師其實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控制我們的心性，係啦。就不該管的閒事，我們就不要去參與。即係你哋好多時候其實可以咁樣諗嘅。我哋神通人士係得咗四維，但係我哋唔可以俾四維嘅，要去支配我哋三維嘅生活。但係你又可以套翻三維嘅現實生活，到底係點樣樣去評估呢件事嘅？其實好相似嘅，所有嘅嘢都。但是我覺得站在 Lydia 的角度上面來說，法明老師覺得這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是因為你有幾十年的修行嘛？是。那對於一個入門的這個初學者來說，我覺得還是有一定的難度的。因為他首先第一個要分清什麼對什麼錯。然後，但是他又沒有一個很好的參照。但我覺得沒關係啊。如果莉莉亞喜歡這個法明老師的一些神通方面的知識呢，可以去關注我們的這個法明零距離的一個頻道。然後呢，後續法明老師也會推出這個他自己的一些這個修行課。那如果感興趣的話，也可以去報名參加。是。好，那如果您這邊沒有什麼其他的問題，我們今天的連線也差不多，好嗎？好，謝謝。好，感謝你的支持，希望持續關注。好，拜拜。拜拜。好，那麼今天我們的這個特輯直播馬上就要接近尾聲了，那麼又到了我們的這個老師隨堂測驗的環節。對，上次有觀眾反饋啊，說我們的這個題目啊真的太簡單了，那麼這一次我們把它升級一下難度。OK。那6道，個個都是神通人士是吧？太簡單了，都是像上次我們直播的時候看顏色一樣的嘛。OK，其實大家都能看出一些門道。對，那知道答案的朋友們可以在彈幕上打出相應的答案。讓我們看一下有多少觀眾可以成功出師。那我們先問第一個問題來咯。好，祭祀祖先上香通常上幾支？我們先不急着公布答案，先讓彈幕飛一會兒。你說一下有什麼選項？選項有 A 1支 ，B 3支 ，C 5支。對，那覺得是1支的就發 A。然後覺得是3支的就選 B，然後是覺得是5支的就 C， 扣起來，扣起來。對，測驗一下啊，測驗一下大家的這個反應。修好自己，有位朋友說，是，對，沒修好自己。我覺得修道先修心。對，法明老師在哪裡開課？這位朋友你可以關注一下法明老師的法明零距離的這個頻道。對，我們如果開始這個授課了，我們會第一時間去在頻道播出了。好，因為現在呢，老師已經在寫這個我們的課程的一個教學方案了。是的，我這裡看到有選 C 和選 B 的，選 B 的人數會比較多啊。C， 那安然你覺得是？我覺得選 B 吧，一般都是 B。那我也說一下我心中的答案。我覺得 A 和 B 都可以。哦，1支。對 ，A 和 B 我覺得都行。那我們法明老師來解答一下。我的答案啊，是，我個答案係 D 喎。D 就是 A、B、C 都不行，即係都得。都得。因為你祖先一樣嘢，你祭祀祖先冇咁多規矩可言㗎。跟住你哋上1支又得，上3支又得，上5支又得，上6支又得，上9支又得，我上一紮都得。就把一紮香全部燒完也可以。係啊，我哋一般嚟講成紮，因為我想祖先攞多啲，我成紮香插上去，難道你仲數下幾多支啊？沒錯，能靜心就可以了。係啦，是最重要。即係我哋教派冇咁多呢啲，喺我咁多年嘅經驗嚟㗎。沒錯，睇到學到了。係啦，學到了。你有錢你仲可以買一紮添，買成爐都冇問題啊。沒錯。好，第二題。那我們第二個問題就是在家裡祭祀，香爐可以擺在哪個地方？A 房間 ，B 廁所 ，C 陽台。首先排除一個 B。我覺得應該沒有朋友應該會選 B 吧？沒有吧？應該。對，這個是這個出問題的。對。
擺香檳。对啊，可能房间和阳台，我觉得我感觉可以摆。房间如果理解在卧室的话，我觉得应该也不太可能。对，我觉得谁会在卧室放一个香炉呢？阳台比较合理，因为阳台毕竟是开阔的嘛，对，它可以飞出去。对啊，可能阳台咯，是或者说其他有什么更好的地方？对，哦，有人已经回复了。拜祖先是2只，拜神是3 3只。哦，这个可能是马来西亚朋友那边的习俗。哦，大家都是选 C， 有朋友選 A， 係啦，有個朋友選 A。所以唔同嘅教派咧，其實大家都有佢各個嘅做法。咁啊，當然一樣嘢嘅話咧，就係你入咗咩教派，最好遵從佢嗰邊嘅教派同埋佢嘅堂口嘅規章制度去做嘅，咁樣就 OK 㗎啦。咁啊，唔同嘅教派、唔同嘅堂口都有唔同嘅講法啊，因為大家嘅學術唔一樣嘅嚇。係。咁我哋第二題嘅答案係第二題嘅答案啊，咁其實呢樣嘢就 B 咧，廁所就唔係咁好啦，污濁之氣嚟嘅咁樣。咁啊，你話房間有啲人的確咧，會喺房間祭祀，點解咧？因為可能佢全家都唔信。咁啊，我又唔可以去邊度啊，或者各方面。只能在自己的小房間。係啦，有啲人可能咧就細房間就可能佢就唔會話做到一啲插成枝咁樣啦，可能佢就會有啲旋轉嘅香啊，又或者係一啲比較靚啲嘅藝拍啊，或者係沉香，佢自己喺度享受嘅一地。咁呢樣嘢嘅話，咁佢自己本身間房就點開㗎啦。咁有啲人會喺嗰度嘅。咁啊當然啦，呢樣嘢嘅話就唔係好建議。咁啊點解咧？因為始終都會有陰氣存在。咁啊呢樣嘢嘅話，你 O 唔 OK 都 OK 嘅。咁大多數都會喺陽台啦。如果呢3個當中咁揀嘅話就。係 OK 啦，那我們的答案就是 C 咯，是，除非如果沒得選，只能在房間裡面，那麼盡量都在陽台會比較好一點。沒錯。那麼來到我們的第3個問題了哦，就是如果我們去了墓園等等的地方，該如何避免帶好朋友回到家？那麼 A 回家洗澡 ，B 跨火盆 ，C 去別人家。去別人家。我選 C。C 呢個我選 C。我選 C， 我去別人家。這個回復有點省了，去別人家。對，去別人家。帶去別人那裡是嗎？其實這個問題我們上一期應該有講過，如果有認真看我們上一期直播的，應該已經有答案。應該有答案。對。來，我們在彈幕再飛一下。對，看看大家的這個記憶力哈。選 C 啊，兄弟們，去別人家。A、B、C 都可以啊，U-turn。是。B， 大部分選 B。是。我覺得 B 肯定。B 肯定是聽起來就是很合理的一個。沒錯。對。鼠尾草淨化。都得嘅。也可以。其實那 A 為什麼不行呢 ？A 我給大家解答一下，就是我在上一期直播當中學到的。因為 A 在你進門的那一刻，你已經把它帶回家裡了。你在家裡，你洗完澡之後，它還是在你家裡。那在外面洗澡？這也不是不行，就是可以先開個鐘點房回別人家洗澡。可以，這個合理。去別人家洗澡。去別人家洗完澡之後，我再回我自己家。對啊，去別人家洗澡。可以，這個。但最標準答案應該是 B 吧？對，老師 ，OK。B 雖然很想選 C。對。所以，這個答案我覺得還是顯而易見的。OK，大家還是沒有什麼問題。好，第4題。第四題就是我們燒街衣的時候，可不可以說自己的名字 ？A 可以 ，B 不可以。這個我覺得可以想一下。燒街衣能不能說自己的名字？我覺得這個，你覺得？我覺得應該，我一半一半呢。我覺得如果我不說的話，他怎麼知道我是誰啊？但如果我說了，他會不會一直找到我？所以你今天晚上還是沒有認真聽講。你知道為什麼嗎？再給你一次重複。那我選 B， 不可以。不可以，你也是沒有重複聽講，沒有認真聽講。哎呀，因為還是那句話，心念很重要。對，心念很重要。只要我不想，他就不會來。舉個例子，比方說你喜歡法明老師，難道你不說出來，你眼神傳達不了你喜歡他嗎？對吧？對啊，所以心念很重要。明白了。OK， 看大家說選燒什麼？燒街衣就是在燒街衣，在外面洗。然後這還是在上，還在停在上一題，就是燒那種衣紙，我們在街邊燒，我們叫燒街衣。很多人都說不可以啊，很多人不可以。好，那法明老師揭曉一下我們的答案。OK，其實呢樣嘢你覺唔覺都冇所謂㗎，可以知道對吧？就是心念，係啊，心念就已經得咗啦，講不講無所謂的啊。那麼到我們的第5題了，第5題就是用鹽水淨化房間，用哪種鹽最好 ？A 食用鹽 ，B 粗海鹽 ，C
黑胡椒调味盐，我觉得这一题做牛排送分题啊，送分题第5题送分题，又送分题。所以以上皆否，也不是吧？就是心念很重要，这位朋友。B 出海盐不错不错，这个就很简单了。这个其实风水老师也讲过了，是风水老师就很喜欢用出海盐，粗盐呢，加艾草。对，因为他说他自己也是粗人嘛，所以喜欢粗。咁諗都得㗎。OK，要粗一點。OK， 好，那我们直接来我们第6題。祝祷詞的核心是什麼 ？A. 祈求發財 B. 表達感恩與思念 C. 驅趕惡靈。大家可以在評論區扣一扣啊。唔係，首先一樣嘢，呢個問題咧要問一樣嘢，你係中元祖先，你同就算中元節都，你同祖先定係同神靈？祖先肯定係祖先。OK， 係祖先嘅祝告詞啦，咁樣嘛。其實我覺得 A、B 都可以，因為一般拜祖先都會想祈求發達，即係呢個係連埋一齊嘅。假如說我祖上的祖師是道長，那去 C 也可以。所以我首先一樣嘢，我問下邊個先，呢個問題。我的先人是姜子牙，那我 C 也可以哦。對 ，A、B、C 都可以姜太公是吧？也可以驅趕一下惡靈。是，所以這個我們就要總結，就是要看你祖先的能力。對，有沒有擅長點？看祖先能力，對。如果祖先可以完美的完成你3個願望的話，就最好了。如果實在不行，那就 B 加 A 吧。你可以咁講啦，傳統嚟講咧，當然就表達足夠嘅思念啊，或者係一個感恩啊，簡單感恩啊，思念啊。但係呢樣嘢，如果攞現實生活嘅人嚟講咧，現代人嚟講咧，都係發財㗎啦，係乜都想要，什麼都想要，係嘛？那我想要的比較簡單。你想要什麼？想要發財。小錢錢。是。這裡有個我們這個 Y Turn 問，萬一求的是路過的怎麼辦？係啦，最主要係呢個問題啦。哦。咁應該點算咧？咁呢樣嘢嘅話，咁你冇人叫你喺樣嘢喺十字路口燒㗎，亦冇人叫你一樣嘢嘅話咧，就係周街亂咁燒㗎，係嘛？係啦。其實他可能沒有聽我們前半段，因為之前我用我自己的這個例子啊，就是請教了法明老師嘛，我們一定要跟先人提前打招呼，心念很重要啊！我就一直想着跟他燒，或者說有神靈的時候呢，我求神靈保佑，請傳達我的這個訊息，就能夠避免到這個路過的這個問題。冇錯。然後，那我們這次的難度啊，略有那麼一點點升級了。那麼，如果我們有答對5題以上的朋友們，我們可以看一下有多少位朋友可以答對5題以上。如果有5題以上的，我覺得可以報名去參加我們超能力學院的第2季了。對，如果有答對5名以上的話，我們送安南的寫照片，簽名照片。他們不會拿我的照片去看我的元神吧？所以你記得 P 一下，我高 P 一下，記得 P 一下，P 到就人家認不出我是安南。這位朋友厲害啊，有個五鬼運財。他說的是這個法科啊佈局啊，不是，因為他是基本上原無意外，他是回復萬一求的是路過了怎麼辦？哦，就是他說路過的這個靈體呀，有個五鬼運財啊。哦，對，如果各位朋友對五鬼運財這個法事感興趣的話呢，下次如果我們留言的人多的話，我們可以專門講一講。哦，可以。什麼叫理論性我會，但是實操性我不教，因為我不用。因為你不用。為什麼不會用這個法？因為它的反噬比較大，就等於是我哋可以理解成佢哋就係一班高利貸。咁樣去理解啦。我唔可以用呢啲咁嘅名詞，即係可能一班咧就係借。佢哋要高回報。係高回報。一般就是僱傭兵啦。他們想要高回報。一般僱傭兵啊。係啦，咁樣喺呢個過程當中咧就係我做完咗之後，跟住你可能會出現一個問題係咩咧？就呢一輪會霎時間起身，起得特別快，馬上賺100萬。係啦，但係有冇諗過你還咧？咁你還幾多咧？或者你想要幾多咧？咁啊你一樣100萬啫喎。咁樣樣嘢嘅話，好啦，你下次就諗啦，你要200萬係嘛？咁你有冇諗過其實呢樣嘢就係佢從5個會變到10個，從10個會變到100個，越嚟越多。係啦，同埋你成班陰氣都喺度，同埋佢哋日日都會睇住你做事。其實跟安南比方說中了1個億的彩票，是那些當地的地痞流氓就說：“哎，我來當你保鏢吧。”係啦，然後越帶越多啊！我做你廚師，我做你司機，
我保護你，我幫你開公司，係啊，咩都你㗎啦。然後你的錢很快就負債。你冇秩序㗎嘛？係啊，所以呢個一般嚟講，你話講原理我會同大家講，但係你話教我就唔教啦，因為我自己都唔用。因為這個反噬會比較大，對，長期以來對人來說是不好的。是，對，好，那哇，有位叫簡佩珍的朋友說，哇，祝所有人都發財，也希望大家都順利。啊，首先身體健康啊，平平安安，然後這個順順利利發財啊。是。好，那麼最後呢，我們的這個直播啊，我們也進入尾聲了。但在這裡，我還是想跟大家強調一下，9月13號，馬來西亞吉隆坡，我們也會召開我們的第一次超能力學院的線下見面會。是的。對於我們的導師學員感興趣朋友們啊，或者是玄學超能力愛好者，也可以添加我們的 WhatsApp 參加我們的見面會，期待你們的到來哦。那下週3晚9點鐘。那鎖定我們第3期特輯中元節後補救的指南。那麼順利度過了中元節，就萬事大吉了嗎？如果不小心犯了忌，或者感覺不對勁，怎麼辦呢？不用怕啊，下一期我們會請第3位導師化解之謎。OK， 所以大家不要怕。好，合理。那我們節目時間差不多了，我們下期直播再見。OK，拜拜。